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专注于全球时政财经动态的视频博主。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让我深感震撼的话题，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战背后那条悄然浮现的冰冷的暗流，它就像深海巨兽的呼吸，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那就是供应链武器化。朋友们，当美中两大经济巨头再次在贸易的舞台上过招，这一次的焦点不再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关税壁垒，也不仅仅是市场准入的谈判筹码，而是我们曾经以为只是商业命脉的供应链，它被无情地推上了战场，成为了超级大国间争夺优势的最新最强大的武器。想象一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弹药不是炮火，而是你手机里那块小小的芯片，是你新能源汽车里不可或缺的稀土磁体。就在前不久，美国和中国结束了一场让人心弦紧绷的对峙，而这场对峙的核心，竟然是出口管制这把锋利的刀。几个月来，双方就像两位高明的棋手，你来我往，时而切断稀土的供应，时而卡住半导体技术的咽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全球经济的棋局上争取到自己的优势。所以当两国代表最终在伦敦坐下来，试图为这场没有边界的贸易战画上休止符时，他们的对话更多的是围绕着如何松开那些紧绷的供应链绳索，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关税高低、市场大门开合。这种转变简直就像地球突然开始反向自转，颠覆了我们对国际贸易的所有认知。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美中之间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演变成一场对全球经济权杖的争夺。这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商业洪流中的人来说，无论是企业掌舵者还是普通投资者，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关税的阴影就未曾散去，现在地缘政治的冰冷触角又伸向了供应链，这种工具被更广泛使用的可能性，给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全球经济又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令人窒息的复杂性。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驻北京的高级顾问阿尔弗雷多蒙图法尔赫鲁先生就曾感叹，这种做法带来的不确定性简直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他说的太对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场全新的、谁都没见过的大变局。有些分析师甚至悲观地预测，这种出口管制的手法意味着未来的美中贸易谈判将越来越像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对话。那时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的集结上互相牵制，既要限制对方，又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威慑力。而今天，战场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双方不再摆弄核弹头，而是挥舞着一系列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海啸的新式经济武器。就拿最近的摩擦来说吧，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在短暂的僵持之后，同意恢复对美国公司至关重要的稀土磁体和关键矿物的出口，但请注意，期限只有短短的6个月。这背后的含义如同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一次滴答作响都让人不寒而栗。前美国商务部官员、米涅瓦技术未来咨询公司策略主管艾米丽·本森女士一语中的，如果你审视传统的军备控制条约，其核心目标是避免灾难性的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而这正是我们在经济领域里亲眼目睹的真实写照。回望现代经济的版图，你会发现，在很多关键行业，中国就像一位巨无霸，占据着绝对的上风。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几乎占据了全球的1/3，这让它在汽车零部件、药品基础成分、电子产品核心部件以及无数工业领域都拥有着潜在的扼喉能力。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械、船舶、钢铁、陶瓷、纺织品乃至数十种其他商品的出口国，它的力量如同滚滚洪流，裹挟着全球产业链向前奔腾。而美国呢，它主导的行业相对较少，但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深厚影响力却赋予了它超乎寻常的杠杆优势。半导体技术
就是他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还记得疫情刚爆发那会儿吗？新冠病毒肆虐，封锁措施让全球经济陷入停滞。那时候，供应链的韧性第一次被摆到了政府部门和企业董事会的桌面。疫情如同照妖镜，瞬间暴露了全球经济在应对重大干扰时的脆弱性。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全球的生产线都可能瞬间崩盘。而这场疫情也像一堂生动的公开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政府是如何利用自身的经济主导地位来对付竞争对手乃至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多年来，美国一直深谙此道，利用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实施了轮番制裁。然而，在拜登政府上台后，他们祭出了自己最强大的经济利器——技术实力。美国政府开始收紧对高端半导体对华的出口管制，甚至不遗余力地说服日本、荷兰等盟友，限制向中国供应那些至关重要的光刻机和其他芯片制造工具。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遏制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科技霸主的雄心。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也开始展现它自身的经济肌肉。它开始严格控制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出口。这些矿物对于汽车发动机、芯片、智能手机以及无数先进技术的制造来说，简直就是血液般的存在。今年，中国更是加大了筹码，将这些管制措施扩大到了稀土磁体的出口。要知道，这些小小的磁体可是空调、战斗机等各种高精尖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灵魂部件啊！还记得今年5月在日内瓦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吗？当时美国声称中国已同意加快磁体出口的审批速度，而两国也大幅降低了彼此进口商品的关税，似乎一切都将走向和平。但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平静。美国政府很快就对中国缓慢的审批进度感到万分失望，汽车制造商们叫苦不迭，因为中国的举动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揭示了幕后，美国官员再次挥舞起出口管制的大棒，通知各公司暂停向中国出口喷气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芯片制造软件以及乙烷，那种用于制造塑料的天然气成分。这场风波如同夏日暴雨前的闷雷，让人感到压抑。本周在伦敦举行的会谈，目的就是为了缓解这场令人担忧的对峙。中美双方表示，他们已经就一项框架达成一致，已恢复5月份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但细节依然是雾里看花。即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三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宣称双方已达成协议，中国将恢复向美国经济供应磁体和稀土。但我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朋友们，中国对美国制造商的稀土出口许可证竟然设置了6个月的期限。这绝非一个简单的行政限制，它就像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冰冷的警告，清晰地告诉我们，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北京方面随时可能再次将这把供应链武器指向美国的心脏。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考量，更是地缘政治的深度博弈。所以那位分析师说的一点没错，无论你如何定义去风险化，企业都将不得不继续这个进程，实质上就是将美国和中国视为2个独立的市场。这不仅仅是成本的增加，更是全球化浪潮中一道撕裂的伤痕。作为一名时政财经博主，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正在被迫的、痛苦的走向双轨制。曾经我们津津乐道的全球效率、全球分工，正在被地缘政治的铁锤敲得粉碎。企业不再仅仅追求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他们必须考虑政治风险、供应安全，甚至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去建立冗余和替代方案。这无疑会推高全球商品的成本，最终买单的可能还是我们普通消费者。而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于，当供应链成为国家博弈的工具，国际合作的基础就会被动摇。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碎片化、更加对立？
这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也是让我夜不能寐的深刻问题。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见证着一场经济规则的重塑，而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感受着它的阵痛与变革。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